芬兰短暂的秋季已经进入尾声，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将会是长达半年的凛冽寒冬。虽然我们所在的城市远离极圈，但冬季最冷的时候也能达到-30°。所以为了顺利度过北欧的极端天气，我们一家打起了12分精神，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充足准备。保暖是北欧家庭年末最重视的事情，所以每年入秋之后，我们家便会开始提前储备冬季所需的燃料，而准备工作会先从庭院的修剪开始。秋天适当的剪枝，不仅能让树木在第二年长得更加繁茂，也能为家中的壁炉提供不少免费的木材。在芬兰，壁炉不仅仅是冬季的取暖工具，也是居家生活的核心。一家人围坐在壁炉旁聊天、喝热饮或者阅读，是最典型的芬兰冬季生活场景。所以提前检查好壁炉管道的通风情况，成了每年冬天来临前的例行公事。当然，现在的芬兰家庭已经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壁炉进行取暖了，几乎每个在城镇的居民都会选择用市政的供暖系统。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，芬兰的住宅中一般会设有独立的供暖调节装置，这意味着一年四季，每个家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灵活地调节室内暖气的温度，从而应对各种突发的天气状况。而为了保证在极端天气下，屋内的热量不会流失得太快，大部分芬兰住宅的门窗都采用了3层玻璃的设计，保暖的同时可以很好的隔绝噪音。太小了，拇指。哎，这个我们的院子在入冬前也有很多必须要完成的收尾工作。进入冬季后，长达几个月的零下气温会将原本松软的土壤牢牢冻住，所以根茎类的作物还是要尽早的收获。除了收获，如果明年院子里还有种花的计划，那现在就需要开始做准备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喜欢黑色。一共10个。60。
就你这样下去是10。这是根部，然后这是尖儿，就等于这儿冒芽。当所有冬季准备都完成之后，我们也终于可以停下来，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在秋日的阳光下，享受芬兰今年最后的温暖日子。说这几天还能看见，是不是只有在这儿才能看见？宽阔的水域。